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一起学习南怀瑾老师的讲述。人老原来有要医，道家有一本重要的书，名叫《黄庭经》。晋朝的王羲之是有名的书法大家，他曾亲写《黄庭经》，可见《黄庭经》在人心目中的分量。《黄庭经》内提到了上药三品，就是精、气、神。究竟什么是精气神？什么是精？什么是气？什么又是神？这个精又到底是不是精神的精呢？这似乎愈说愈复杂了，就好像奇经八脉中的气血问题，也是语言不详，互相借用。只怪那时候的字汇太少了，因此显得暧昧不明。如果用今天的复杂词汇勉强借来描写一下，那么所谓的精气神就好像现在人们心中的光热力，把一个死去的人做解剖，既无精，又无气，更无神，当然光、热、力也不存在。所谓气是一种生命能，所谓精是一种生命力，所谓神就是一种生命之光了。但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，这种说法只不过是一种比喻的解释，使我们比较接近明了而已。道家所谓的后天生命是从子时开始，懂得了精气神的道理，能够灵活运用个人的活子时，则把握自己的健康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这一点几乎可以绝对保证。你以为知道了活子时就可以容易的握住了吗？如果你真如此想，那就未免太轻率了。因为把握活子时是极难的一桩功夫，基本的困难在于我们难于控制自己的心念。在前面提到坎水时，曾经提到平静心念，但是心念是最难平静的一件事，不能平静心念，如何在活子时上努力呢？道家的炼精化气、炼气化神、炼神还虚这套功夫，说要12-3年完成，事实上20年也没有人完成。基本的原因是我们的心猿意马，不能平静下来。把握活子时成熟不易。先说一说活子时在什么时候，让我们都找到自己的活子时再说。如果是个幼儿，很容易看到，我们前面已提到过，当他的性器官膨胀时，就是活子时外露的现象。那时如果测验一下他的脑波，一定会有不同的变化。如果是青年人，在活子时一定向异性情爱方面发展，这些都是容易知道的。那时不把握活子时的生命力，来震动任督的气脉上升，生命力急转进入12经脉，化成后天的欲了。但是一个老年人，他们已经没有性的冲动，难道就没有活子时了吗？只要一息尚存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子时的。当一个老人在将醒未醒的一刻，似乎要睁开眼睛时，那正是他的活子时。在这个时候不要睁眼，继续保持那朦胧混沌的恍恍惚惚的状态，好似焖了一锅红烧肉，再多焖一会儿，那个肉味就会更浓厚了。这就是把握老年人活子时的方法。老朋友们，快点试一试吧。说了许多的道化及医化，使我想起少年时代的一桩事。那时我们看到了许多剑仙侠客的故事，一心想学剑。后来听说杭州西湖城隍山有一个道人是剑仙，就万分决心的去求道学剑了。经过多次拜访，终于见到了这位仙风道骨的长者，但是他不承认有道，更不承认是剑仙。又经过许久的谈话，他对我说，欲要学剑，先回家去练手腕劈刺100天，练好后再在一间黑屋中点一支香，用手执剑，用腕力将香劈开成2片，香头不熄，然后再听他如此说来，心想劈一辈子也不一定能学会剑，至于剑仙更加当不成了，只好放弃不学。道人反问会不会看花，当然会看，这不是多余疑问吗？不然，道人说普通人看花聚精会神，将自己的精气神都倾泻到花上去了，会看花的人只是半虚着眼，似似乎乎的反将花的精气神吸收到自己身中来了，吸收了一切的植物花草的生力，接着炼神成气，还精返本。这就是道人语重心长的修道法。朋友们，快去看花吧。摘自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愿意跟我一起学习南老师的智慧，请点赞、转发、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的新视频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